贺思明诊断书上 ASL 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我差点没站住。3个月前，贺思明登山坠落受伤，住院期间，我特意让医生做了全方面检查，本是想求个安心，没想到竟拿到这样的结果。渐冻症目前无法根治，只能用药延缓病程，但最终结果不可逆。医生看我的目光露出同情。贺思明刚30出头，英俊帅气，年富力强，事业有成。作为国内知名的离婚律师，他精明果断，冷静理性，是精英中的精英。私下生活简单规律，爱好健身爬山，极其讲究生活品质。一想到他这样的人，以后将成为无法自理的渐冻患者，我简直不忍想象。坐在街边，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良久，缓缓起身。我想清楚了，既为夫妻，就该同进同退，无论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会带着儿子和他一起面对。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儿子一轩安静地在自己房间下围棋，他7岁达到围棋5段水平，曾被电视台作为神童采访。吃饭了吗？我调整好情绪，温柔问他。吃了，阿姨今天做了排骨藕汤。他没看我，只专注地看着棋盘。爸爸呢？跑步去了。一轩性格安静，说话简洁明了。随我俩。2个小时后，我正倚靠在床上犹豫要不要告诉贺思明病情时，他回来了。一身黑色运动服，气宇轩昂，利落干练。我顿时有些着急，外面气温才几度，你怎么穿这么少？医生今天告知的注意事项中有一条，渐冻症患者肌肉萎缩产热较少，不能受寒，否则会加速病情进展。贺思明面无表情，淡声说，跑步都这样。他兀自打开手里的盒子，拿出一个摄像头，摆在对面五体柜上调试，正对着床。我有些疑惑，为什么突然装个摄像头？附近有失窃案件，有监控安全一点，不怕泄露隐私吗？我迟疑地问，毕竟贺思明是个极度在意个人隐私的人。他瞥我一眼，轻斥，隐私？谁有兴趣看你的隐私？我心中各种情绪交织，不欲与他争辩。临睡，他躺下背对我，躺得远远的，俨然一副累极不想交流的架势。我心中轻叹，他刚完结一宗闹得沸沸扬扬的名人离婚案，压力骤泄，就让他先好好放松一下吧。半夜，我心绪不定，突然惊醒，床边空着，贺思明不在，霎时有些心慌，起床去找他。阳台上，他穿着单薄睡衣，在夜风中打电话。我忙拿起外套走过去，我不会再碰他。细语声传来，我脚步一顿，密码和账户都发给你了，你随时可以登录检查。我决定为爱守身。透过玻璃，我怔怔看着贺思明，他一贯冷峻淡漠的脸上竟然涌动着极其浓烈的情绪。看着他激昂潮红的脸，脑中慢慢反映着他话里的逻辑。一时间，我有种忽然不认识他的感觉。贺思明在床事上是个需求很大的人，白天禁欲自律，晚上索取颇多。近几年，他压力陡增，说话做事不得不周密严谨，滴水不漏，也因此越来越把自己活成封闭模式。只有夜晚缱绻的温存时刻，他在耳边喘息着情动时，我才能找回当初那个看见我脸红的少年模样。我们是硕士大课的同学，他追的我。清冷倨傲的男生唯独对我目光炙热，嗓音颤抖，我很快沦陷。后来，我留校当了老师，教心理学。他从受薪律师开始，一路做到合伙人，成了全国知名的离婚律师，年入千万。性格上，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情绪稳定，理性务实，客观冷静，讲究品质生活，愿意为了理想努力。我工作稳定体面，能兼顾孩子和家庭，他事业有成，在专业领域一飞冲天。结婚8年，我们相敬如宾，相互成就，住着千万大平层，有个被誉为神童的省心儿子，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不过半年前，他突然有了一些变化。他有夜跑的习惯，以前一直是8点出门，9点回家，洗澡后是半小时的家庭陪伴时间，雷打不动。但半年前，他突然7点就出门，10点才回家，回来后似乎很累，洗完澡就上床，家庭时间自然取消。我问他为什么夜跑变得这么久，他抿唇淡声说，案子没有头绪，在外面多待会头脑清醒点，脑力劳动有时比体力劳动更累。我理解。后来，他似乎又忽然对床子之事丧失了兴趣，我以为是他压力大影响到了身体，怕他伤自尊，嘴上不提，但内心很为他担心。也因此他摔伤住院后，我
我极力劝他干脆放下工作，好好疗养一阵，并让医生给他做了全方位检查。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我所想。我躺回床上，在黑暗中睁大眼，静静看着天花板。他刚才的话让我陌生，脸上的表情更让我觉得不真实，以至于在今天连接遭受2个重大打击后，强烈的好奇心竟压住了本该伤心、愤怒的情绪。我实在好奇，电话那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竟让这几年早就练得冷酷理智到极致的贺思明，变成了那般模样。我做事向来直接。转天晚上，我在他牛奶中下了安眠药，他睡得昏沉，我捏着他手指开了手机，找到昨天半夜的电话号码，看了半天，某根神经元搭上了通路。这个号码我见过。3个月前，贺思明爬山摔伤入院后，我找警察要了第一个发现他报警的人的联系方式，想表示感谢。警察给我的就是这个号码。我记忆力极好，对于数字尤为敏感，不会记错。当着警察的面拨通电话，是个女人接的，声音温柔和气，但听着有点岁数。她柔声表示不想见面，感谢更不必，说这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有的举动。挂掉电话后，警察笑着给我说，别人或许会要感谢费，他肯定不要。我问为什么？警察说做询问时认出了她，女人曾作为最美坚强女性上过新闻。她也算是个苦命人，婚礼上丈夫突发脑溢血，全身瘫痪，留下一个前妻生的7岁儿子。她不离不弃，端屎端尿一伺候就是13年，还独自把那孩子抚养成人。去年男人去世，她终于熬出了头，现在在郊野公园门口摆了个小摊子，卖羊杂汤。像她这种道德情操的人，怎么会接受你的感谢费呢？我当时感慨点头，我丈夫真是幸运遇见了她。此时夜深人静，我拿着手机凝然许久，又点开了相册。不知道是贺思明是对自己自信，还是对我放心，他几乎没有做任何隐藏。映入眼帘的是满屏的女人照片，同一个女人。夜幕繁星下，一个亮着暖灯的热气腾腾的小摊子，女人眉眼温柔，笑容灿烂，或在切东西，或在盛汤，或是和客人说话。每一个画面都透着温馨，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模样。几百张照片中，女人从短袖连衣裙变成了厚重棉服，时间跨度半年。第3天，我去了郊野公园，坐在了那个写着林婉羊肉汤的小摊前。我看着不远处叫林婉的女人，她正蹲在花坛前，温声细语的和一只流浪小猫说话。摊子前站着2个男人，开玩笑说，林姐眼里只有这些小猫小狗，连钱都不赚了。林婉忙起身，面前歉意的柔声解释，不好意思啊，我就是看着他们可怜，一时太投入了，没看见你们。另一个男人摆手，你真是行善，这些流浪动物把你这儿当家了，知道你心软，都逮着你蹭食物呢。这么温情美好的画面，我们看了也赏心悦目。2个男人离开后，我走过去，来碗羊杂汤。林婉哎了一声，笑吟吟帮我盛。隔着翻涌的白气，我静静打量她，35、6的年纪，眼角延伸出零碎细纹，虽不似年轻女孩青春娇媚，但五官柔和恬静，随意扎了个低马尾，碎发垂下来，有一种女人特有的柔美。妹妹，你第一次来，我给你多来几块羊肺尝尝。我坐在小桌旁，慢慢品尝着味道，脑中不停纠结一个问题，林婉这样的人，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品性，会做出插足别人家庭的事吗？会吗？视线一晃，林婉在我面前坐下，我微怔，她温和一笑，眼眸明亮的看着我。你是贺律师的妻子吧？我把勺子放下，静静与她对视。原来你认识我啊？她笑了笑，我记性好，以前在贺律师手机上见过一次，就认出来了。我蹙眉，想起来，贺思明以前的手机屏保是我和儿子，半年前他才突然换成风景照。他垂眸，沉默几秒，和声开口，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你大概以为我和贺律师有什么私情吧？我没作声。他缓缓抬眸，神情温暖又诚恳，妹妹，如果你信姐姐，没有。我和贺律师清清白白，唯一的接触就是他跑完步后会在我这儿喝碗汤。说到这儿，他眉宇现出一抹烦忧之色。后来我见他喝汤的时候情绪低落，也不和人说话，看上去压力很大的样子，就好心宽慰过他几回，没想到，他大概是误会了。他开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却听着好笑。且不说他是有家庭的人，就算是单身，他那种层次的人，又怎么会看得上我这样的呢？
我跟他说了这是一时冲动，他却听不进去，反倒越来越过分，有时候还不顾我意愿，打电话说些匪夷所思的事。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是想找你的谈谈的，贺律师一定是压力太大，才会做出这些疯狂不理智的行为，你作为妻子，或许能多帮帮他。我觑着婉言慢慢凝固的一层白油。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些事都是贺思明一厢情愿，你其实一直在劝他拒绝他。林婉悠悠叹了一声，缓缓点头。我抬头注视他，慢慢问，在我家主卧装摄像头供你查看，也是他不顾你意愿的冲动之举。林婉僵了一秒，旋即说，这件事我已经批评过他了，简直太胡闹了。我继续问，那你们一起爬山那次呢？他因为你说脚疼背你导致摔下山那次，也是他不顾你意愿把你绑去的吗？林婉瞳孔微张，骤然起身。爬山？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冷冷看着他，不是说记性好？那次我还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呢，这么快就忘了？此时有客人喊，大份带走。林婉抿唇，急走到摊子前，动作僵硬的拿起大勺盛汤。咚！一声巨响，盛满羊杂汤的热锅翻落，冒着热气的汤和羊杂洒了一地，热汤溅在他身上，林婉啊的叫出声，眼眶顿时泛红。客人 CL 了一声躲开，连喊倒霉，骂骂咧咧走了。我看着眼前一片狼藉，不想沾上半点腥味，拿起包准备离开。他红着眼，忽然喊出声，对不起。我停下，皱眉看他。他狼狈站着，轻声啜泣，对不起，这件事的确瞒了你，我那天因为继子打架的事难过，他正好来了，说爬山心情会好点，我就去了。他摔下山后，我很害怕，打了110，没敢见你，就是怕你多想。他眼眶通红，眼泪一滴滴落下来，手掌又因为刚才的热汤溅到，起了几个大水泡，看上去可怜之极。唐家，你在干什么？身后传来一声厉喊，转头看去，贺思明满脸怒意的从不远处飞奔过来。一刹那，我有些怔住，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这么浓烈的情绪了。他身上是那套只有正式谈判时才会穿的蓝色西装，也就是说，他是在重要工作场合临时赶来的。而曾经，就连我出了车祸给他打电话，他都坚持把谈判完成，才赶到医院。贺思明目眦欲裂的看了眼地上，又看了看正低声啜泣的林婉，随后紧抿双唇，一步步走到林婉身边。他垂头，静静看着眼前狼狈又无助的女人，猛地一把扯过她，拥入怀中。你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到你？林婉的脸闷在他怀中，忽然放声大哭，哭声委屈至极。贺思明疼惜的闭了闭眼，柔声说，别哭。林婉，别哭，记得你最爱说的话吗？轻舟已过万重山，你的苦难已经过去了，完完全全的过去了，再也没什么事值得林婉掉一滴眼泪。自始至终，贺思明没有看我一眼。我拿出手机，对着他们连拍几张照，咔嚓咔嚓声清脆入耳。林婉倏地离开贺思明的怀抱，退开几步，一脸懊恼和无措，仿佛刚刚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惶然的朝我看来，胡乱解释，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他说不下去了，因为我只是漠然的看着他。你一个字都不用说，我来。贺思明沉声打断了他，转头看向我，刹那间恢复了一贯沉着冷静，目光凛然的大律师模样。唐家，有什么事回去说，这里离你大学很近，公园里进进出出很多学生，在这里撒泼丢人对你也不好。况且他扫了一眼狼藉的地面，欺负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有意思吗？我冷然看他，声音平稳，你也知道这里进出有很多我的学生啊，那你身为我的丈夫，和一个寡妇在这里抱得干柴烈火似的，是不是觉得很刺激？贺思明眸光微凝，愤激中透着些震惊，毕竟我在他面前一直是温和的、优雅的、从容的，他从没见过我这样的一面，就连我自己也没见过。虽然我现在一人扇你们一巴掌都不为过，但别人的屎盆子不能扣我头上。我转头问正在默默收拾的林婉，林女士，所以你不说话，该不会是真有这个打算吧？她瑟瑟抖了一下，几秒后慢慢扬起下巴，大声说，算了，你们别吵了，不是他是我自己打翻的，可以了吗？她红着眼，委屈的看向贺思明，贺律师，现在请你带着你的妻子离开，不要影响我做生意，以后我也不会再做你的生意，请你们别再来了。旁边有客人陆陆续续过来，这是怎么了？
怎么搞成这样？林姐，有人欺负你吗？是谁呀？谁敢欺负林姐？我第一个不答应。各种不善的眼神落在我身上。贺思明目光一沉，拽住我的手往停车场走。我挣脱不掉，只能跟着他的脚步。迎面有熟识的学生手里拿着球，笑嘻嘻跟我打招呼。唐老师好。我面带笑意点头。你好。到了停车场，我用力甩开他的手，平静地走向自己的车。两边树木飞速后移，我行驶在大道上，眼泪终于止不住，落了下来。我给了自己半个小时。愤怒、痛苦、接受、平静。随后方向盘一转，去了银行。我和贺思明有个家庭账户，双方各自挣的工资、分红、收益都会在里面。当初开户时，他笑着跟我说，你不是一向嫌我不爱表达吗？这个账户以后交由你保管，我只负责往里打钱，全当是你和儿子以后的保障，这种表达你满意吗？这几年，账户累计已经超过1800万。工作人员疑惑地告诉我，这个账户因为担保违约被冻结，你不知道吗？我手脚骤凉，慢慢问，什么时候的事？2个月前。2个月前，那时他刚康复出院，我因为照顾他累倒连续1周高烧，所以我正烧得昏天暗地时，他却在着手为离婚争夺财产，抢得先机。我觉得讽刺又好笑。来的路上我还一度懊悔自己太冲动，没提前布好退路就打了明牌。可原来人家早就开始了对我的算计。男人一旦变心，可真狠啊。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贺思明穿着家居睡衣，神色如常地坐在沙发上喝茶。他看了我一眼，逸轩我送去我妈那儿了，我们把事情一次性谈清楚。我坐下，沉默地注视着他。他抿了口茶，缓缓开口。原本打算过段时间谈的，毕竟我总归有些不忍心，想让你们母子俩尽量多享受幸福生活久一些。不过，既然你今天选择了主动去闹，那我也就只能顺你的意。唐家，我爱上了别人，离婚吧。我平静极了，甚至微微对他展露了一个笑容。贺思明，能告诉我，你究竟爱上他什么，让你选择背叛10年的感情，选择抛弃妻子？他微微蹙眉，如果你非要问个清楚。沉默片刻，他用一种温和又感性的语调徐徐开口。这几年因为工作，我见识了太多婚姻中的尔虞我诈，早对感情和婚姻失去正常的认知和判断。可遇到他后，我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女人，仅仅因为爱和责任，就能义无反顾地搭上他最好10几年青春。他给我沉重、死水般无法呼吸的生活带来了生机。你问我爱他什么？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无数遍。因为他温柔、善良、坚强。因为生活给予他苦难，他却倔强地在淤泥中开出花。因为每个寒冷晚上，他递给我的一碗热汤。他说完这一大段话，脸上情绪涌动，似乎把自己都感动了。屋子陷入沉默。良久，我轻啧了一声。所以阿姨做的汤不热，非要去外面尝那一口腥。贺思明一凝，脸色顿时冷了下来。唐家，你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感情你是不会明白的。我点头，既然如此，你净身出户，我同意离婚。他脸上露出明显的讽意。且不说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一说，退一万步讲，我和林婉没有任何实质性行为，我甚至连过错方都不是。我凝望着他，半晌没出声。一个人真的变得如此彻底吗？翻脸无情道，仿佛突然换了灵魂。贺思明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敛了敛眉。你不用这个样子，感情没了就离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山上摔下来等着救援时，我想清楚了，人生苦短，我不想畏畏缩缩不敢爱，就算背负骂名和谴责，我也要豁出去真正活一次。唐家，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方法太多了，只是我不想用在你身上而已。我低低笑了起来。不用到我身上，你不早用了吗？玩那种龌龊的冻结账户的手段，不嫌亵渎了你们崇高纯洁的爱。贺思明看了我一眼，淡淡说，看来你去查账户了。这没什么，常规操作而已，只是为了离婚不横生波折而已。我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钱和孩子归我，房子归你，当然剩下的贷款你得自己解决。从家庭经济贡献上来说，这个方案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咚！我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朝他砸了过去。他捂住额头，鲜红的血顺指缝流了出来。你疯了！他又惊又怒，看着汩汩不停滴下的血，
迅速拿起车钥匙，头也不回地往外冲。我缓缓坐下，拿起茶壶，给自己斟了一杯茶。短短3天，我的人生面目全非。从银行出来后，我意识到，贺思明终于把这几年驾轻就熟的手段用在了我身上。我大概比别的女人更倒霉一些，不仅遭遇情感背叛，丈夫还是专业离婚律师。这些年，他早已练成了冷酷无情，一切从利益出发的行为方式。我如果再沉浸在无用的痛苦悲伤里，必将无葬身之地。我必须以他的行为方式来处理问题。所以回家之前，我已经去婆婆家把逸轩接了出来，安置在相熟的围棋老师家中。我默默地一杯一杯喝着茶。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一轮明月悄然挂在了天边。许久，我起身走进房间，拿出那张诊断报告。凝神中，手机震动，贺思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画面中，他额头已然包扎好，正闭眼躺在一个女人的腿上，一男一女2只手紧紧相握。下面一行字：既然你这么不珍惜他，我就没什么愧疚了，是你的助力让我终于决定答应他。这是告知，更是赤裸裸的挑衅。在人生绝境中熬出来的人，早见识各种世间丑恶，怎么可能是淤泥中的一朵花呢？下午他打翻热锅是故意的，在我准备离开时向我道歉喊住我，也是故意的，因为他提前通知了贺思明来。贺思明看得清利益，却看不清人心。男人真贱啊！我轻语把确诊报告放进了碎纸机，滋滋声中心定了下来。是的，我面对的一个是最美善良女性，一个知名专业离婚律师。但这场硬仗，我决计和他打下去。婚肯定是要离的，儿子和钱我也是必须要的。更重要的是让这对痴男怨女下辈子牢牢绑在一起，死都没法分开。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要你们山山而川，一山还有一山高。我拒绝了贺思明协议离婚的条件。作为专业离婚律师，他绝不想在自己的离婚问题上诉诸法律，因为这说明他协商失败，说明他搞不定，有损他的专业形象。我反正不急，也不是不急，但肯定没有他们急。林婉在贺思明眼中光辉圣洁，一旦在他在2人没有建立正式关系前有任何主动，那他的伟光正就有了污点。所以他只能欲拒还迎，必要时刻还要义正言辞地化作善良和道德使者。而贺思明更不可能在离婚关键时刻做出任何导致自己成为过错方的事，所以2个人都只能憋着。最多他只能借每晚夜跑时去林婉摊子喝一碗羊杂汤。羊杂汤，我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欣赏窗外的轻扬飞雪。医生说，渐冻症患者除了要注意防寒，更要忌口高嘌呤食物，不然会加速病程发展。而高嘌呤食物主要指动物内脏。贺思明在公司住了1周后回来了。进门时，我正在收拾杂物，他额头上贴着创可贴，面容冰冷，一言不发地进了卧室。很快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出来，随后觑着我，冷声开口：本来打算把房子留给你，但你所作所为把我们的感情消耗殆尽，那就只能按照法律规定来了。银行账户被冻结，我们的主要共同财产只有这套房子，所以你是卖房子分我一半，还是直接给我等价值的钱？我把手中相册扔进纸箱子，笑了声。怎么，林婉惦记这套房子了？贺思明冷嗤，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眼里只有利益？林婉在我面前没谈过钱半个字，你别侮辱他。他看到什么，眉头忽一蹙，走过来捡起纸箱里的相册。你在干什么？扔垃圾啊？你……他脸上显出怒意，又瞬间凝住。这本相册他很熟悉，里面是我和他大学时的所有照片，从他偷拍我，到初识，到热恋。我曾经当宝贝似的放在保险箱里，说要留给我们以后老了看。此时，我面无表情从他手中拿过相册，随意一扔。安静的屋子里骤然一声闷响。还不走？夜跑时间要到了吧？我提醒他。他脸色难看的站在那里，沉默片刻，决然转身，冷冷扔下一句：逸轩你藏起来也没用，他毕竟是我儿子，跟着我才能让他的未来发展更好，我绝不会放弃他。说完砰一声，关门走了。半个小时后，我站起身拍手，长吁一口气，所有和他相关的东西都打包收拾好了，只等扔到垃圾站。原来之前是若珍宝的青春回忆，不过也就这么点。正感慨时，手机响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年轻男人声音传来。
我是大飞，你找我？我看着面前坐着的正大大咧咧嚼口香糖的小伙子，紫发唇环，眼神冷漠，一副酷拽模样。可细看，下雪天穿的却是薄棉服，袖口磨得发白，拉链裂开处用黑线乱七八糟缝了几道，像是他自己的手笔。我开门见山，你就是大飞？林婉的继子。他掀开眼皮睨我，却不说话。我掏出一叠现金，递过去。我老公因为他要和我离婚，我需要你的帮忙。成交。他手臂一揽，将钱卷走。回答的这么爽快，我倒有些诧异。你不问就同意，你相信我的话？有什么不相信的？他嘴里不停嚼巴着，答得随意。毕竟他辛苦把你拉扯大。噗！大飞把口香糖吐出一道弧线，神情透出几分讽刺。与其说他辛苦照顾我们，倒不如说他享受自己在外人眼中的这种形象。我打量着他，又掏出一叠钱。他手一挥卷走，继续开口。我4岁学琴，我爸特意给我攒的学琴费用被他一股脑捐给红十字会。记者来采访，他说什么别的孩子连饭都吃不起，我们家再难也没有他们难。知道我爸怎么死的吗？后背褥疮感染死的。他是照顾了我爸，可照顾的只有正面。你说你老公被他迷住，我一点也不奇怪，他这个形象总能吸引1-2个蠢货，不过像你们这种条件的，倒是第一回。大飞走时，紧捏着手里的钱问，所以我只要想办法让他逼你老公离婚，就这么简单。我点头，就这么简单。行，光离婚不行，还得合心意的离，我得双管齐下。隔天，我在轻盈小雪中，再次来到了林婉羊肉汤。林婉正双膝跪在雪地里，低头给一位撑着拐的老大爷系鞋带。旁边大爷大妈纷纷伸出大拇指，谁家要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真是积了8辈子福了。林婉起身，奶言说，我这样的条件，哪有人能看得上呢？转头时，与我四目相对，他脸色一白，抿了抿唇，他走到我面前，微扬下巴。贺律师说，你如果敢来找我，敢对我动一下手，他会帮我告你。我垂眸，在抬眼时，怒意翻涌，面容扭曲，整个气急败坏的模样。林婉，你那天给我发的信息什么意思？你们搞到一起了？你不怕我把你们的事闹出去，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林婉眯眼看了我一会，忽然笑了，摇头轻叹。我以前看到大学老师，总觉得高不可攀，可牛可厉害了，现在走近了，发现原来跟大街上撒泼的妇女也没两样。他温柔又悲悯地注视着我，什么样的内心，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我是答应了他，毕竟他把一颗滚烫的心捧到我面前，没有哪个女人不会被这么真诚的爱感动。贺律师这么优秀的男人，承受那么大压力，却得不到家里一丝温情，你实在太不懂得珍惜。但是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虽然迫于无奈答应了他，却绝不会在他有家室的情况下跟他有半点私情。我就是我，他来我在这里，他不来我还在这里，仅此而已。我大声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看上他的钱？不然他怎么会非要跟我争财产才离婚？他莞尔一笑，似不屑在和我争辩。所有人知道，我林婉最看不上的东西就是钱，不然这13年，我有无数嫁入豪门的机会，唯一能让我动容的，只有真心。我冷笑，无比讽刺，说的倒是好听，他那么爱你，怎么不赶紧离婚娶你啊？只能说明他把钱看得比你重要。林婉岁月静好的脸上，霎时有些难看。他的真心，我心里清楚就行了。我得意的笑了起来。真心？有本事你让他净身出户啊！他如果为了能和你在一起，宁愿不要钱也要离婚，我才相信他是真爱你，不然一切都是扯淡，都是男盗女娼的借口。林婉面颊肌肉骤跳，紧抿双唇好一会，才注视着我，一字一句。那如果他能做到呢？我大言不惭，高声开口。那我会在你们婚礼上亲自送去贺礼，让所有人知道，就连我这个前妻也被你们的爱情感动。到时你林婉的形象会更加光辉盛大。林婉在我抑扬顿挫的话语中，眼眸慢慢析出亮光。我知道，他的内啡肽和多巴胺蠢蠢欲动了。城市连下了几天暴雪，交通受阻，林婉的摊子暂时歇业。但正上头的男女怎会被这点困难阻隔？贺思明以习惯喝羊杂汤为由，每天下班后顶着大雪寒风，步行半个小时去林婉的房子，上门喝羊杂汤，甚至
因为天气和距离的艰难跨越，两人对这样的见面显得更加激动和澎湃。贺思明坐在餐桌旁，林婉只为他一人忙碌，两人时不时对视一笑，实在是一幅温馨美好、灯火可亲的画面。这些都是我从摄像头里看见的。前几天，大飞给我发来一张发票，报销。我问什么？他不耐烦地说，我懒得跟你说他们的事，买了个摄像头装上了，你自己看。反正我爸的房子，我想装就装。我微一沉吟，答应了。贺思明心思缜密又有城府，只有在林婉面前，老房子着火般摧枯拉朽的降智，知己知彼，才能控制节奏。况且，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天，两人正一个埋头喝汤，一个撑着下巴凝视，气氛极好时，大飞惊天动地的回家了。他们一拧，忽然说，原来你就是那个野男人。两人顿时变脸。林婉忙温柔解释，贺思明沉声说自己只是来喝汤的客人。大飞嗤了一声，这么冷的天，每天上门来喝汤，不喝会死。我还以为邻居们瞎说的呢。不过你们慌什么？在一起就在一起呗，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不就男女那点事。他说着，又狐疑的看了眼贺思明，难道你是杀猪盘？贺思明脸一黑，我是律师。那你是有妇之夫？贺思明脸又一白，我就是来喝汤。大飞咋呼呼喊了起来，我 CAO， 原来你颠着找我小妈偷情啊！滚你妈的蛋！有老婆还想勾引寡妇，老子不揍死你！他做事要动手，林婉尖叫起来，忙去拉拽。大门敞着，大雪天都关在家正无聊，已经有不少邻居在门口看热闹了。大家纷纷开口，林婉可别上当受骗啊！现在骗子都人模人样的。前几年那次，那个经常来的男人记得吧？你还以为是捐助好心人，结果他老婆来了大闹一通，你可别又被骗了。林婉见状，笑着解释说，的确只是来喝汤的客人，是大飞误会了。这次事件后，贺思明顾及影响，不再每天去，偶尔去一次也颇有些偷偷摸摸的架势。两人逐渐相思成仇，每次见面都你侬我侬，光对个眼神就能凝然不动半天。而我给贺思明发了一个版本的离婚协议，他只发来3个字，不可能。一天，摄像头里，林婉忽然对贺思明说，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贺思明震惊，你为什么要走？林婉红着眼，大飞现在大了，我再和他这么住着总归不合适。这个城市我没有家，只能回老家，那边我婶婶给我介绍了个官夫，虽然50出头，但我这样的条件也只能。不行，那种男人怎么配得上你？贺思明暴怒出声，你不准嫁给别人，你只能嫁给我。林婉垂泪，你毕竟是有家室的人，我林婉绝不做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贺律师，算了吧，就当我们有缘无分。贺思明沉声，林婉，你再等等，我怎么会让你当小三？婚我是一定会离的，只是你不懂，为了争取更大利益，我不能着急。林婉忽然站起，哽咽着大声说，你不是离婚律师吗？为什么会离不了婚？你不是说你年薪2000万吗？为什么还要争那点钱？我不懂你们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我只知道，我不要钱，我只要一份真感情。难道你真的把钱看得更重要？如果是这样，你走，你配不上我的真心。贺思明给我发来短信，房子归你，我带走钱和儿子。我回，我都要。你别太过分，那就慢慢耗。贺思明在出现在摄像头时是个晚上，林婉刚洗完澡，头发湿垂着，在暖气房里穿着一条有些透视的新睡裙。她冷着脸，一句话都不和贺思明说，但不停弯腰低头给他盛汤盛饭。贺思明的目光一整个粘在他身上，一度失控想去牵他的手，被他震惊的甩开。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贺律师，这是最后一次我给你做汤，下个月我就要回老家相亲了，你以后不用再来。那晚，贺思明沉默的在客厅里坐了很久。房子和钱给你，儿子我带走。我沉默片刻，儿子想跟谁，让他自己决定。好，你说的，别反悔。贺思明的话很笃定。我凝望着窗外雪霁的晴空，心微微紧绷。对于一轩，我其实并没有太大把握。他3岁过目不忘，5岁开始学棋，7岁拿下神童称号。从小就和别的小孩不同，从不哭闹撒娇，虽然我管他衣食住行，但他并不特别黏我。我是教心理学的，特意查过案例，这样的孩子，因为大脑天赋功能开发多，在情感需求和表达方面，反而落后其他人。对于他而言，我
贺思明阿姨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把一轩委托给围棋老师后，每次去看他，他也只是淡淡的，全身心专注在棋盘上。一轩参加比赛那天，我送他到现场后，离开去了趟学校。赶到时，一轩以极短时间战胜对手，正在接受采访。我看见了贺思明和婆婆，婆婆牵着一轩的手，笑得合不拢嘴。贺思明正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当初让他声名鹊起的那宗名人离婚案，就是因为委托人认出他是神童父亲，从而选择相信他。后来他一直都是一轩的采访发言人，也因为这点为他带来很多客户资源。采访结束，贺思明先回头嘱咐了婆婆一句，随后朝我走过来。唐家，看在这么多年夫妻感情上，钱和房子我已经让步了，当然这笔钱对你很多，对我不过是区区1年的酬劳。一轩跟着我，比跟着你要好得多。我咬着牙笑了笑。一轩说选你了。他冷哼，微微侧开身子，让我看见一轩牵着婆婆上车的背影。你说呢？我身体凝固，指甲快插入掌心。忽然车门打开，一轩背着书包下了车，身后婆婆忙不迭喊。她像个小大人似的，步伐沉稳，径直走到我面前，抬头对我说，我刚去爸爸车上把书包拿回来。妈妈，你来晚了。我控制住激动，慢慢开口。是啊，抱歉，妈妈来晚了。妈妈没想到你那么厉害，这么短时间就胜了。贺思明脸色震怒，压着嗓子说，一轩，跟爸爸走，爸爸给你请了国手辅导你。一轩神色平静，可你不是要和妈妈离婚了吗？那我就不能跟你和奶奶走了。他说完，牵起我轻颤的手，走吧妈妈，我要快回去，明天还有一场比赛。我微微仰起头。好的，儿子。贺思明僵在那里，脸色难看至极。车上，我压抑住震惊和激动，斟酌着开口。一轩，你真的理解爸爸妈妈离婚是什么意思吗？一轩坐在后排，用稚嫩却平稳的声音回答我。知道。你难过吗？老师说，永远不要为棋盘上失去的空地难过。我的眼眶骤然湿润。我一直以为他不懂爱和感受，原来我错了。不表达并不代表他不懂。对于高手而言，他永远只把最宝贵的精力放在当下的事情上。环境有利于他时，他并不过多投射，而环境一旦改变，他能顷刻间判断并做出选择。我的儿子一轩是天生的高手。在林婉再一次穿着透视睡裙，眼眶通红的扑在他怀里哭着告别时，贺思明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他几乎是强硬的、粗暴的撕碎了那件本就没多少布料的睡裙，抱起瘫软如水的林婉，一步步走进了卧室。我退出了摄像头，大飞却不放过我，发消息说，你老公在那个房间待了1天1夜还没出来，要不要我帮你去捉奸？不用，都这样了，你不想出口气？难道你真想让这对野鸳鸯双宿双飞啊？你不懂，他们就得在一起，我才算出气。2天后，我和贺思明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房子、钱、儿子都归我。他虽然净身出户，却容光焕发。是啊，毕竟守身大半年了，一遭开荤，自然是久旱逢甘霖。走出民政局门口时，他冷睨我，唐家，你是不是觉得你胜利了？你大概不知道，明年我的律所会引进新的合伙人，扩大规模，到时我的分红会翻倍，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争得的这点钱，还不够我1年的酬劳。至于一轩，他现在小不懂事，等他大了，自然会知道谁更能帮他，那时你还能困得住他吗？说完最后时，他忽然腿一软，平地摔了一跤。他有些窘迫地爬起来，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血。我静静注视着他，笑了。那恭喜你，如果你有命享受的话。他皱眉，还想说什么，我却转身，大步离去。不久后的一天，大飞故意在2人激情大战不知天地为何物时，带了几个朋友闯了进去。他一顿咔咔拍照，又叫嚣着要动手。贺思明狼狈之极，不得不拿出了最后剩的30万私房钱，封住了他们的嘴。林婉哭着说，必须立刻结婚，并且要大办特办，否则那帮混混一定会胡乱造谣生事。后来，贺思明以律所股权质押，贷了500万，一部分作为2成首付给林婉买了套房子，另一部分用于举办一场盛大婚礼。婚礼前，林婉发消息问我，妹妹，你的话还作不作数呢？话语里透着讽刺和得意。我回，作数。婚礼当天
网上突然爆出了一则新闻，标题是知名离婚律师为爱净身出户，下面评论不断。天啊，这意外的好磕啊，为了和你在一起，我放弃毕生所长。这不是曾经的最美坚强女性吗？她终于熬过了苦难，迎来了自己的爱情。是啊，人家有道德有操守，是先净身出户离婚再去寻爱，这没什么好指责的。可原配还是有点憋屈吧？憋屈？我不知道多羡慕呢。拿钱拿房，离开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不爽吗？不管怎么说，专业离婚律师为了爱情放弃了他最擅长的能力，这不是爱是什么？那天婚礼举办到最高潮时，林婉含着热泪动情地说出了那句话：轻舟已过万重山。台下掌声雷动，所有宾客为这对新人衷心祝福，包括我。半年后的一天，我开车载一轩去祈愿时，堵在医院门口，看见了贺思明和林婉，两人坐在马路边的花坛旁，手里拿着报告袋，目光都有些呆滞。林婉忽然起身，尖叫起来，结果还是一样，不是弄错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她喊完，失魂落魄的跑了。贺思明连头都没抬，一动不动，定定望着自己脚下。没一会，大飞突然出现，他疾步走过去，一把揪住贺思明的衣领，猛地挥出一拳。贺思明毫无反抗之力的摔倒在地。大飞暴怒开口，不是说每个月2万？你欠我2个月了，是不是想让那些照片视频都传出去啊？贺思明默默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低声说，没钱了，以后不给了，你爱怎样怎样吧。大飞厉声，没钱？你不是老板？不是有分红？唬谁呢？贺思明仰头，静静看着天。我病了，渐冻症。合伙人知道消息，第一时间就撤资了，股权价值刚够还贷的500万。我现在也不能上班，没有收入。大飞难以置信，一点钱都没了。贺思明讽刺的笑了笑，如果我没病，那点钱算什么？可是，他的话没说完，一行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车后玻璃突然落下，我回头，一轩正看着窗外，喊，爸爸。贺思明看见我们，身子一抖，随后垂下头去，哽咽道，一轩，唐家，我病了，我很想你们。爸爸，你的衣领。一轩继续说。贺思明抬起泪流满面的脸，茫然地问，什么？有一坨狗屎。一轩说完，摁上了玻璃窗。窗外是贺思明绝望又无助的脸。后来很长时间，我刻意没再去关注贺思明和林婉的事。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结局早已注定。直到那天，我和一轩刚吃完阿姨学做的新菜，正坐在客厅说话消食。我改变了对一轩的教育方式，除了围棋，我希望他更多的感受生活。他沉吟，反问我，妈妈，你是觉得孤独吗？我霎时有些失笑，但旋即缓缓点头。是的，我希望你能更多的陪陪我。他想了想，答应了。从此，每天饭后不再直接进房，而是和我一起说会话，看会电视。新闻里出现林婉的脸时，我怔了一下，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满脸憔悴，目光疲劳，颧骨高高耸起，嘴唇薄得近似刻薄。她正对着记者抹泪，我的命不好，一个丈夫瘫痪了，这个丈夫又是渐冻人，希望社会能对我多些帮助。镜头一转，对准一间简陋屋子的床上，一个男人静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是瘦的几乎已经认不出来的贺思明。记者对着镜头激情澎湃。无论如何，林女士的精神是让我们敬佩的，她和丈夫因爱结合，当初她的丈夫牺牲一切选择了她，她也没有在困境之时放弃他。一轩盯着电视里的男人，妈妈，我想去看看爸爸。我答应了。2天后，找到电视里的地址时，我有些诧异，这是一栋老旧的近乎危房的建筑，甚至比林婉以前的房子都不如。我牵着一轩的手，上了2楼，门大敞着，没有人，家具简陋破旧，杂物堆得乱七八糟。正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时，屋子角落的床上传来呜噜呜噜的声音。贺思明双目睁大，正直直瞪着我们。我牵着一轩走过去，他眼眶顿时泛红，2行浊泪顺着流了下来，含含糊糊的发出声音，我沉默地注视着他，他双目凹陷，瘦骨嶙峋，以往精明有神的眼睛透着浑浊又暗淡的光，头发剪得凹凸不平，一看就是有人随便拿剪刀剪的，胸前衣服半湿，上面还粘着几条青菜和饭粒。我一时难以相信，
这竟然是以往对外形细节讲究到近乎苛刻的贺思明。他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眼睛里面涌动着痛苦、哀伤、悔恨、绝望。我平复了下，开口，逸轩说要来看看你，我带他来了。逸轩从背着的书包里拿出一叠钱，爸爸，这是我的压岁钱，我想送给你。逸轩认真说着，给他有什么用，还不是得靠我。林婉冷笑着走了进来，一把夺过逸轩手中的钱，迅速点了起来。2万，他逆着我，嗓音愤恨，是不是太少了点？他留给你的可是2000多万。我静静看着他，你们当初的500万呢？他不是还给你买了房子？林婉吃了一声，那个房子才付了2成首付，他躺着不能动，我怎么可能还得起贷款？我卖了买了这套，起码有个房子住，剩下的80万存银行，每月才1800多利息，加上街道给的补贴，刚刚够生活。唐家，看在他是你孩子的爸爸份上，你是不是该退一部分钱出来？我笑了，不是够生活了？不是号称自己最不在意的就是钱？你们落魄了找我要钱，如果是我落魄了呢，你们会给我1分钱吗？转头又看向一直默默流泪的贺思明，平静开口，当初你对着电话发誓要为爱守身，你做到了，并且能守一辈子。你爱慕林婉不离不弃伺候残疾丈夫，你也享受到了，待遇一模一样。贺思明，你也算求人得人了，所以你究竟在哭什么呢？贺思明整个人颤抖起来，嘴里发出长长的呜咽声。我牵着逸轩，头也不会离开。车子行驶在大道上，我默然片刻，问逸轩，你会怪妈妈那样对爸爸吗？逸轩摇头，不会。老实说，执子无悔，落棋时一定要清楚，否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轻吁一口气，又想起什么，紧张道，儿子，你长大可不能成为那种追妻火葬场霸总啊，很惨的。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有某些方面的潜质。逸轩有些疑惑，为什么追妻要去火葬场？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逸轩自行融合贯通，我明白了，就像爸爸这样是吗？不会的妈妈，我是执棋人。执棋人，我不解。逸轩的声音从容又笃定，执棋人会永远为每一步棋负责，一旦落棋，永不能改。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我信了，毕竟我的儿子逸轩是高手啊。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衷心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